Hello，大家好，我是以元，相信各位看到今天的影片主题，知道我要讲什么东西了，就是我从来没有拍过的影片主题。日落峡谷跟失落峡谷的部分，因为各位也知道啊，我主要的内容其实都是围绕着 KVK 野战的部分，就连 KVK 机街跟住房，其实我都很少会去讲，主要这些方面呢都没有什么去接触到玩家。至于日落峡谷跟失落峡谷没有去讲的原因啊，就是因为玩家配置的问题。因为在日落峡谷的时候呢，其实装备也是会有影响到你们队伍的强度，还有包括军器阵型方面，只要你这些部分比别人还要更差更弱的话，你在日落峡谷或者是失落峡谷里面表现都会非常差，所以我就比较少去分享这方面的事情啊，主要是玩家基础配置的问题。但是有观众问到关于日落峡谷跟失落峡谷的问题，所以我就今天来做一下这个内容，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么样去搭配。那在跟大家讲配置之前呢，先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前提啦。如果你们打日落峡谷跟失落峡谷呢，有哪一些统帅类型在这方面会比较强一点的？首先就是它的坦度很高，就比方说可能有回血，或者是它的生命值、防御力会比较高的这种统帅，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会比较吃香。另外一个就是有回血功能或者是反击伤害非常高的统帅，当然还有包括 AOE 统帅，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都是很强的。如果再加上这些统帅有 buff 或者是 debuff 的话，哇，这个就简直完美了。但是你们也听到刚刚我所讲的那几种类型了嘛？这种统帅呢，一般在 KVK 上面呢，或许表现不会太好，或者是在 KVK 野战上面呢，玩家一般不会用到。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开始讲第一个重点了。你想要成为什么类型的玩家？因为像我刚刚所说的，如果是专注在日落峡谷的一些统帅呢，你在 KVK 上面可能表现得不是很好，或者是你在 KVK 上面会比较少用到。所以一般来讲呢，你会看到在日落峡谷或者是失落峡谷排名比较靠前的一些玩家呢，大多数可能都是一些大佬，或者是他已经把大多数统帅都已经觉醒的玩家。那大佬那边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因为他们把所有统帅给觉醒了，并且他们的装备军器一般都不会太差，所以比较容易靠前面的位置。那如果你是专注在野战的 KVK 的那种玩家呢，多数你的统帅呢都是单纯输出而已，你不会专门去培养一个珍珠，就是用于野战使用的。因为像之前我就有讲过，不少人把那个珍珠给觉醒了之后都觉得后悔，因为他们在 KVK 的表现并不是很好，甚至之前有一些玩家为了要打日落峡谷、失落峡谷而专门去培养图拉针之类的。但是你们自己想一下，图拉针目前在野战中还能够使用吗？其实是已经不能了。但是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中，图拉针其实表现的还是很好的。那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话，你愿意会花你的金头去培养图拉针吗？这个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应该是说辅助类的统帅，大部分玩家都不太愿意想要去培养，所以我才会郑重的在这边跟大家讲，在我推荐大家去培养哪一些统帅在日落峡谷或者是失落峡谷使用之前呢，你们先想清楚。那在讲完了一段废话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正式的来讲一下有哪一些统帅搭配可以建议推荐的。那当然也是会拿这边的画面做一些参考啦。那首先最推荐的就是你们拿斐力搭配珍珠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搭配主要是做到一个 buff 的效果了。那当然大家听到这个组合，尤其是一般玩家的时候，应该都已经开始却步了。或许斐力你们有啦，但是珍珠我觉得不一定每个玩家都有。最主要你们可以看斐力的第一个技能、第4个技能还有觉醒技能。主动技能主要是对自己的队伍产生一些 buff 的效果，然后第4技能就是一个 debuff， 觉醒技能就是再触发多一次他自己的技能。也是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在 KVK 野战中他的表现会比较差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 KVK 比较多的时候你都是在拉扯，可能在拉扯的途中呢，你就已经没有办法把这些 buff 或者是 debuff 给丢出去，而且你在 KVK 野战的时候有很大可能你前面打的那个部队它不一定
释放了技能，但是他后面那个部队可能已经放了技能，但是你自己还没有放，就变成说你自己的效果会比较差一点，就比较考验你的操控能力。但是在日落峡谷跟失落峡谷，只要你一碰到对方之后就会开始打起来，你的技能是可以很完美的把它给丢出去的，不存在拉扯的问题。这一搭配珍珠的作用呢，主要是因为珍珠它是有回血的效果嘛，然后也可以让自己的部队比较硬一点。像斐利它的存在就是一个 buff 的队伍，当 buff 的队伍消失之后，你所有的队伍就没有那个 buff 的队伍的提升存在，所以你就需要确保你的斐利能够在战场上存活的更久一点。而且珍珠的治疗效果不是只有治疗自己的部队而已，它还有包括治疗恢复原型范围内3支友方部队，而且在后续它的血量降的比较多的时候，它还可以有一次大量的回血，主要是把这个队伍丢在前面躺着，然后可以让他尽快的去释放他的技能，提升自己队伍的争议。至于另外一个 buff 的队伍推荐呢，就是也是一样用领袖统帅图拉真搭配花木兰这个组合，听名字就知道也是辅助的队伍，给予 buff 跟 debuff 的。那图拉真这个很明显就是因为要拿他的怒气提升，因为目前以金色统帅来讲呢，图拉真恢复的怒气还是暂时最多的，而且是帮其他的队伍恢复，不是只有他自己的队伍而已。虽然说他现在这个技能伤害不是每一支队伍都有用到啦，因为现在还有重击伤害跟连击伤害统帅了，但是这个怒气是很需要的。再加上图拉真他自己本身的坦度够高的情况，所以尽管是把图拉真放在前面也好，他也不会死的这么快。花木兰的主要作用就是提升3维，当然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扣除对方的怒气啦，但是扣除怒气这一点呢，其实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现在统帅其实恢复怒气的速度都是挺快的，而且相信大多数人都是一样会带图拉真啊，然后自己的配饰里面呢一定会有号角跟战鼓之类的，所以怒气要扣方面呢应该会比较难一点啦，所以只能靠自己本身怒气提升的快一点，所以图拉真这个队伍是必须要带，而且相信大多数人应该都把花木兰给觉醒了吧，就连我这个账号都已经把花木兰给觉醒了。图拉真是因为早期有用到，所以就已经把图拉真给觉醒了，但是其实我自己本人也是觉得挺后悔的因为觉醒它之后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用到，除了打峡谷之外。那接下来我们可以认真的来讲一下其他输出的统帅了，因为我刚刚推荐的那2支队伍呢，都是负责去辅助buff 跟 debuff 而已，其实是没有什么输出的。那应该有些人会想到说，珍珠不是有输出吗？但问题是珍珠如果它作为主将的话，它是单体，我是把它作为副将来使用，作为副将的时候它是用真实伤害，其实是没有多少伤害的。主要这2个队伍是顶在前面帮你拖一下那个时间，并且给你 buff 而已。现在要讲输出的部分，那首先就是从步兵开始现在步兵的话，我会比较推荐就是用白起跟孙武。那当然要用孙武做主将啦，不是白起做主将。至于推荐的原因，相信也不需要多说啦，就连他们在 KVK 里面表现也是孙武搭配白起这个组合是最强的。虽然我也是有推荐过说孙武搭配刘彻在 KVK 表现不错，那个也仅次于在 KVK 里面而已，因为他操作的手感好。但是如果在峡谷里面呢，我是不太建议说孙武搭配刘彻的，最好如果有的话就孙武搭配白起就可以了。暂时是没有必要用到第2支的步兵部队放在峡谷里面，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用到其他的兵种，像是工兵跟骑兵其实会比较好一点。因为目前步兵里面能够拿得出手在峡谷里面表现到比较好的其实没有几个，暂时我就只有看到孙武跟白起而已。在前面我就跟大家说过，在峡谷里面的一些要诀就是统帅有 AOE 最好啦。那在这边步兵现在比较主流的统帅里面呢，刚刚我们已经用掉了孙武跟白起这2个有 AOE 的统帅之后，就剩下刘彻是有 AOE 了。那伊瓦尔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他主要还是专注在集结方面，他有一些技能甚至在野战是用不到的。那华莱士虽然是说他的觉醒技能有一个假的 AOE 啦，但是我不太推荐，最主要是他这个 AOE 呢也不是输出的效果，只是开一个护盾而已，再加上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单体统帅所以我不太推荐。
那骑兵方面呢，就比较容易去推荐了，就是我们现在主流的骑兵搭配江汉赞搭配阿卡琉斯这个组合是 OK 的。虽然江汉赞他是单体统帅，但是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要诀就是你在峡谷里面，你想要打得久一点，想要打得强一点，前提就是你有 buff 或者是有回血，你的坦度比较高，这个是重点。因为如果你只是带阿卡琉斯的话，其实它很脆皮的，如果是拿阿卡琉斯再搭配亚瑟的话更加惨，所以我们是需要用到江汉赞，并且记得要把江汉赞作为主将。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会把江汉赞放在副将，在打 KVK 的时候，但是当他丢去峡谷里面的时候呢，他是十分依赖他自己的回血效果的。而且江汉赞他好的地方就是除了他有回血之外，他还有输出。如果是在日落峡谷，我们只是需要准备5队嘛，那我刚刚有推荐了2个辅助的，一个步兵，一个骑兵，另外一个就是工兵，刚好5队。那么如果你是在失落峡谷的话，就要准备到6队，如果是6队，可以另外考虑多一个骑兵的队伍。我这边会推荐大家去使用亚瑟，然后拿来搭配维钦托利，也就是新的领袖统帅。那我知道没有多少人去培养这个新的领袖统帅啊，因为真的在 KVK 中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但其实用过之后发现到这个维钦托利在峡谷那边表现是真的不错的，主要是他的 buff 效果非常好，再加上他的技能其实比较适配重击伤害跟连击伤害统帅，尤其是像亚瑟，他是有概率可以再次触发自己的主动技能，就是说他造成的连击伤害其实会比较多次，也就意味着他发动普攻基础攻击的可能性会比较高，可以带动维钦托利他的技能，也就是他的第4技能又可以再开启一个护盾，然后当他的护盾被打破的时候，又可以恢复怒气，让亚瑟又可以再发动他自己的主动技能，速度会快一点，同时又带动他的主动技能，主要还是维钦托利他的 buff 效果实在是太强了，在峡谷里面。所以各位，如果你们需要用到额外多一支骑兵部队的话，可以考虑一下这个组合。那除了这个组合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啦，就是你们可以用骑兵的霍去病搭配亚瑟，其实这个组合也是可以的。那它这个组合主要的目的就是完全的输出，所以你们必须要把它放在后面的位置，让前面的辅助统帅或者是回旋能力比较强的统帅在前面帮他挡着，就是他第一轮的技能放的速度也会比较快一点，就是纯爆发，然后拿来搭配亚瑟，也是爆发型的统帅。这里主要是考虑到可能大多数玩家没有维钦托利啊，所以就折中一下，可以选择这个组合。虽然霍去病在 KVK 中已经是很糟糕了，但是在峡谷里面他这个技能释放速度比较快，还是有优势的。那么最后推荐的兵种呢，就是工兵啦。工兵没有其他的选择了，还是那一个搭配组合，秦始皇搭配诸葛亮，这个也是非常简单易懂啦。那秦始皇这个能力强度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诸葛亮方面呢，是因为诸葛亮如果他打到更加多的敌人，其实他的怒气恢复会比较快一点啦。他的武侯效果又有爆发，又是圆形范围 AOE， 所以这个搭配组合呢，其实跟刚刚那个霍去病亚瑟是差不多，就是拿来当做输出的部分。但是如果你没有打算要出2队骑兵，你想要2队工兵的话，其实也是有的选择的。那保留这个秦始皇搭配诸葛亮的这个组合，另外一个组合呢，就是我们 KVK 有一些玩家已经开始用的，用海尔曼拿来搭配 AA 这个组合。这个组合其实除了有输出之外，其实还有 debuff。那我在之前跟大家讲过 AA 其实他是很强的一位统帅，但问题是他在 KVK 拉扯的环境下，他很难叠层上去。但是如果他在这种日落峡谷、失落峡谷是面对面从头打到死，他的技能可以保持一直释放下去的话，他的 debuff 其实可以叠到很高的。再配合海尔曼的毒，他的叠掐还有持续时间会持续很久。当然那个是后备的选择啦，因为我刚刚都已经推荐了2个辅助的统帅，没有必要你再加多一个辅助。虽然是说海尔曼搭配 AA 这个组合不是单纯的辅助而已，他们的输出也是很可观的。那么基本上搭配方面呢，就只有这几个选择。当然可能有一些玩家会用其他的统帅来做平替啦，那也是可以的，但是你们自己就要去调整一下到底要怎样搭配了。就比方说像我这边国王的话，他还有用君士坦丁，他这里所使用的并不是孙武白起，而是孙武搭配刘彻，选择2个步兵的组合。总之你们要记得我开头所讲的那些口诀就对了，就是只要有回血、有辅助、坦度够高、反
反伤够高的，在峡谷里面一般表现都不会太差。剩下的就是看你们的队伍应该要怎么去编排了。反正你把坦度比较高的放在前面的位置，或者是你把一个特别能坦的部队放得比较远一点，就是以多打少的情况先去进攻对方的部队，从他的薄弱点去开始进攻。就是你们可以参考这样子的编排方式啦。你们看这一边啦，因为我这边是全骑兵，所以参考价值不是很高。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坦度比较高的统帅放在一个角落去吸引火力，因为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调整啦，但是我们在防守的时候没有办法调整。你先把那些敌方输出比较高的统帅先去打掉你这些回血比较高、坦度比较高的统帅，然后你把这些多的队伍先把他这些比较薄弱的统帅给打掉。就比方说，假设我放的是霍去兵在这边，那他如果先把我这个打掉，就会变成说我剩下4个部队。他这个剩下4个部队之后，我这些其他的统帅就会从另外一边侧面去进攻他，但是我这些统帅的攻击目标呢是我这个统帅而已，所以这个统帅就做到吸引火力的那个效果。你们要以这样子的方式去进攻对方，那防守方面是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到，所以最好可以的话就是差不多要等到 UTC 0点的时候才来进攻，这样子可以保持你的位置肯定是在比较靠前面的位置，可能第1、第2名。那如果你是在先锋王国的话，可能会比较难一点啦，因为大家都会蹲点。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日落峡谷跟失落峡谷的一些说明啦。当然我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这方面呢不是专家，所以有可能我给的建议不完全是完美的，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如果有一些遗漏或错误的地方，各位可以在评论区帮我补充。我们下个影片再见。